你有听过40腰50肩吗？人只要年过40，腰背肩颈不适的筋骨问题就会一一出现。其实筋骨问题不一定是因为身体老化而引起的，年轻人也有这个问题。现代人久坐少活动，又在长时间低头用手机，再加上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够活跃，身体酸痛的问题肯定会找上门。如果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你还不开始动起来的话，小心以后会有筋骨问题哦。赶快来看看有哪些偏方真的能解决颈肩僵硬、腰酸背痛、伤筋动骨的问题吧。相信很多人都有扭伤脚的经验，走路的时候踩空，跳起来的时候着地站不稳，或者是踩到不平的地面而扭伤了脚。有一位前艺人，他之前是武打演员，现在是武术教练，扭伤对他来说可算是家常便饭。我相信呢，在应付这个扭伤问题呢，他一定有一套方法。青海大哥，你习武多年哦，所以以前也参与很多那些武打的场面，所以扭伤拉伤对你来说是常有的事，对吗？这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热身运动做的不足啊，地板的 condition 不好的话，或者你的动作方向的转动很快的话，也有可能拉伤或者拐到脚腕。对于筋骨扭伤，你应该摸索出了一些自救的方法吧？当然，我在武术界这么久，也跟一些中医朋友了解了一些穴位的按摩啊，可以让你暂时舒缓一些疼痛，或者让它比较快的消肿。比如说你的脚踝受伤，你可以按摩你的手腕的部分。我记得他们跟我说这个穴位阳池穴了。阳池穴在哪里呢？你手抓一个拳。你这样翘起来，这边有一个凹出，这边就这边，所以这就叫阳池穴。阳池穴，对。不然呢，你可以选择按这个耻骨再下来一点，它很靠近你的那个阳池穴也是。然后这个部位呢，就是养老穴所以你可以选择按这个阳池穴或者养老穴，揉大概1到3分钟，它可以暂时止痛跟加快消肿。一般来说，我们的脚扭伤大部分是脚的外踝。那么脚的外踝往往像深脉这个地方，还有丘虚这个地方那么深脉呢，它是足太阳经的穴位。外踝的下边痛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相应治疗它这个手太阳经的养老穴。丘虚呢是足少阳经的穴位。丘虚穴我们说在这个脚踝的前外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受伤的话，那么我们相应的治疗它这个手少阳经的这种阳池穴。那么交经穴治疗就是它是对侧的。如果说左踝扭伤，那么我们指的是右边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阳老和阳池穴位，这个我们叫做交经刺。好，那我们要怎么找那个穴位呢？就是正确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去养老穴的时候，我们给手腕这个手垂下来另外一个手不管哪个手指按压这个耻骨小头最高点这个地方，按住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手向胸部这个方向转，对，你摸了一个凹陷的这个地方这个骨缝这个之间叫养老穴，这就是养老穴。这养老的时候就要按这个穴位，保养，对，这个养老穴另外一个阳池穴就是4、5掌骨往上推，我们说这个腕背横为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我们针灸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养老和阳池穴，但是我们一般普通人他不可能针灸了，我们可以按穴位，它其实对脚踝的肿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每次这样一按要按多久呢？一个穴位差不多按到1到2分钟这样的时间。脚踝主要是由韧带、肌肉和骨头所形成。一旦我们脚踝扭伤的时候，韧带可能会撕裂，肌肉也可能被拉伤，而骨头最严重的话可能会骨折。脚踝扭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我们要如何判断伤势来知道需不需要就医呢？当我们脚踝扭伤时，我们必须采取 RICE 的治疗法。那 RICE 呢就是 RICE，R 就是 rest， 顾名思义就是不要乱动，先让它疼痛消退了，再检查自己的脚踝，再看你能不能够走动或行动。那 I 呢，就是 ice， 就是 cold compress， 所以我们就会冰敷那个部位。当我们冰敷的时候，第一，你能够减轻痛楚；第二，它能让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内出血还有肿胀。那 C 就是 compression， 通常我会叫病患用一个有弹力的包扎布带来包扎那个脚踝，它能固定脚踝，防止脚踝再度受到伤害。E 就是 elevation， 把脚抬高，那个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好，多余的水分就会回流到心脏，这就能有助减轻那个肿痛。另外，你必须按脚踝的两侧的骨头
头，看骨头会不会疼痛，有没有严重的肿胀。如果骨头会疼痛或者有严重肿胀，就应该寻求医生的治疗。这样子，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脚踝扭伤呢？一旦我们扭伤过脚踝，我们就很容易再次扭伤脚踝，因为韧带基本上跟橡皮筋就是 rubber band 是一样的。一旦你拉伤之后，它就不可能恢复到原有的形状，会变得比较松软。像这种情况下呢，要怎么避免再次受伤呢？主要是要注意我们的穿什么鞋子。当我们在选择鞋子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应该选择能够支撑和保护脚踝的鞋子。当我们在运动前和后呢，都必须做过足够的暖身还有伸展的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脚踝。其实颈肩酸痛啊、紧绷还有僵硬呢，已经是我们现代人最常见的筋骨问题。手机呢，就是导致这个颈肩问题的最大凶手了。除了看手机，有时你知道你健身啊，重量拿得太重啊，有时肌肉也会僵硬，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些伸展性的运动。毛巾。你看，教练就是不一样，说到就马上做到。所以两条毛巾要拿来干嘛呢？如果说家里没有什么仪器的话，可能你可以拿一条毛巾做这个毛巾操吧，往后甩，往后甩，往后拉，对。等一下，往前拉。你确定可以吗？然后那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个动作比较难，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我叫做半套啦。先把双手举起来把胸腔打开，然后把毛巾慢慢的拉下，不过你的头部跟颈项不能动到毛巾然后推挤你的肩胛骨就这样hold 住一下子。是哇，我在这个推挤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有酸痛，可是那个肩胛骨这样夹着的时候又蛮舒服的。是的，是然后好了你就伸上来，好然后拉远。手伸远，然后放下放松。然后这运动呢，主要是让你活动你的筋骨，因为如果我们太久没动的话，你的软组织就会开始硬化，硬化呢，你久而久之就会开始产生一些伤或者痛。颈部疼痛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颈项的问题，第二个呢其实是肩膀的问题。那你看这个毛巾操它能够让我们活动，不止颈部，连我们的肩膀也一定的活动。那如果说长期就放着可能颈部僵硬不去理它的话，久了之后会不会变成颈椎问题呢？不会变成颈椎的问题，这个颈椎的问题是老化的关系，所以除非你有办法使你自己不会老化，但是如果你不去理会它，不去管它呢，最后是影响你的生活素质。会有怎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会有颈部疼痛的问题呢？肌肉的问题啦，或者是椎间盘的问题呢，都会造成这一个颈椎的疼痛。如果是你的手或者是甚至脚会有麻痹的现象，或者是针刺的感觉，或者你拿东西一直掉，如果有这些症状，那你就要小心，可能你的神经线已经受损。那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预防这个颈椎问题呢？第一，不要太肥胖；第二，不要抽烟；第三，要记得不要一直挺向前面，要坐得直，然后最好每天都做适当的运动。我觉得其实做毛巾操是可以很好的舒缓这个颈肩酸痛的问题的。那可以透过这些动作来运动到我们的肩胛骨周围的这些肌群，我们背后的这些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舒缓。以中医理论来说颈肩酸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大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它就是因为固定的姿势的问题。那这样子长时间下来，其实就会导致气血不通畅，气血不通的情况下就会疼痛咯。那这也是我们中医所讲的不通则痛。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比较偏向是外感的，就是外邪的。我们所谓的外邪有分成风寒湿3种邪气。那当这3种邪气阻滞在我们的肌肉或者是关节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运行的。就好像风扇或者是冷气这些开得太强，对着他们的上半身的这个地方吹，那这个长时间下来，其实就会有所谓的风邪、寒邪、湿邪等等这一些的邪气积在我们的关节肌肉的地方，影响到气血的运行。那我们应该如何舒缓，比如说我们颈部的一些僵硬呢？我们大多会透过针灸啦、刮痧啦、拔罐啦，甚至说开一些活血化瘀、祛风散寒的药等等。那像你说到刮痧，刮痧应该怎么做呢？刮痧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就是家里呢，就是准备一个刮痧板，
还有一个油、乳液啊、药膏等等，只要是有一点润滑度的，其实都可以。把那个油呢，薄薄的一层擦在我们要刮的地方，大部分其实是大概我们的颈部斜方肌啊，还有胸锁乳突肌这里。然后呢，用刮痧板最好跟皮肤的表面是呈大概90度的，然后由上往下刮。一般一个部位我们大概刮个20下左右。然后我们就会换一个地方再继续刮，刮到稍微有一点红红的，甚至说有一点出痧就可以了。透过刮痧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浅层的肌肉的气血循环。像刮痧其实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祛风啊，然后活血化瘀的功能啊。足跟痛是不少人的困扰，早上一起床，脚一着地，脚跟就好像被针扎了一样刺痛。可是走一走路呢，就不觉得痛了。但是运动了之后，疼痛又开始出现了。疼痛反复的发作呢，令人行动不便。到底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这恼人的足跟痛问题呢？Albert，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足跟痛的问题？我是大概在去年阻断措施的时候，天天在家上班，然后也不能够去健身房，所以我只能够在家里做运动。那时候我就是放了一个 yoga mat， 没有穿运动鞋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做了很多跳跃性的强度的运动，然后可能伤到我的脚。那每次痛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痛？而且什么时候最痛？最痛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第一步要踏下去的时候，简直会非常的痛苦。坐久了之后要站上来也痛。痛的部位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这个部位，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一踏下去的时候，它的疼痛就会慢慢扩散到别的部位，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那时候我才不得已要去找很多偏方来减轻我的痛苦。所以你说你找了很多偏方啊，那这么多偏方当中有哪个是有效的呢？最有效的偏方就是泡脚。然后通常我做完了运动之后，比如跑步，我都会做一些泡脚的动作。泡了脚之后，隔天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这个是泡脚的海盐，这个海盐呢，其实它是综合了喜马拉雅的粉盐、澳大利亚的海盐，还有美盐。哇，对，这些盐都是好盐，用来泡脚。对，所以它能够有松弛肌肉的很好的效果。然后，而且它也是加了一些薄荷叶在里面，然后和一些薄荷的精油，然后再加上1杯的醋，大概有300 ml。然后我们最后把烧水加上去。好，请享受。OK， 所以你会非常的舒服。这样泡一个20到30分钟就好了。这个偏方其实有一点点的效用，因为它主要有很高的那个薄荷的成分。那薄荷呢有薄荷醇，也就是我们讲的 methanol。methanol 呢，其实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舒缓肌肉疼痛，还有减轻肿胀的功效，所以它的确是能够帮到足底筋膜炎。不过那个盐呢和醋的成分呢就没有办法渗透皮肤，因而不能达到任何的功效。与其泡脚呢，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疗法，就是我们讲的 roller eye massage。这样子怎么做呢？你就拿一个不要用的矿泉水瓶子，装满水之后呢，放进冰橱，让它结成冰棒，然后把这个冰棒放在地上，把脚踩在上面，来回揉滚，然后这就能达到冰敷还有按摩的功效。一般来讲，如果疼痛感持续12个月还没有改善的话，就应该去找医生寻求治疗。足跟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足跟痛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最常看到的3种疼痛有以下的3点。第一个呢，往往就是在脚底的前部，我们讲的指骨痛；第二个呢，就是脚跟的底，也就是足底筋膜炎；而第3个呢，就在脚底的后部，也就是跟腱炎。这3个当中呢，最常见到的就是足底筋膜炎，主要是因为底部的部位必须承受人体高达168斤的体重，所以往往足底筋膜炎就很容易会发生。那哪一类型的人比较容易患有这个问题呢？第一就是长短脚，所以那个压力就会分散的不均匀。第二个就是高弓足，也就是我们讲的 high up foot， 就是讲那个足弓比较高，压力就会集中在底部。第3点就是我们小腿的肌肉太过紧绷，当我们在走路时，那个压力无法正常的分散开来。后天的因素呢，主要还是体重的问题，就是体重太过重了，然后导致压力比较高。有些人工作性质可能要站很久，或者是走很远，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导致足底筋膜炎。如果患有足底筋膜炎的话，那个病症是怎么样的？足底筋膜炎一上来讲呢，就是早上起来头几步会觉得有针刺般的疼痛在底部，然后它慢慢会缓解起来。不过到了傍晚或晚上之后呢，又会重复有回这个疼痛。所以就是反复的这样子，一直会有这个疼痛感。对。热水，我们还有3种盐。对，
还有醋、还有绿茶、还有薄荷。对，其实呢是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的。其实热水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了，因为我们热水有那个热度在，有热度在的情况下，就已经可以促进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了。不过，如果你要升级版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说可以加一点白醋，或者是说加一点盐巴，因为这2个东西都是可以促进气血循环的原料啦。那尤其是像这个白醋哈，以中医的药典里面是有说它是有活血化瘀、有散寒的功效的。其实呢，泡脚这个动作呢，它其实主要是让我们的脚跟痛得到一个舒缓而已，它其实不能够完全的治疗这个脚跟痛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脚跟痛的问题呢，其实还是先去找医生来看来处理。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个算是按摩的手法吧。那它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足底就是承受的压力，然后来缓解这个足跟痛的问题咯。那这个按摩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要按摩我们的脚板。我们就是2只手呢会放在脚板的2边，然后做一个旋转的动作。那透过这个旋转的动作呢，我们脚板其实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活动，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舒缓脚底的压力的。而且如果刚好有在痛的时候，它的疼痛度也会减少蛮多的。我最近呢租了一块小地哦，开始当起了城市农夫。可是不晓得哦，是不是因为每次蹲在那边除草啦，然后又要搬泥土啦，我的腰呢有一点痛。预防胜于治疗，让我找看有什么偏方可以解决我这个腰痛问题。这个看起来不错哎，上下反转矫正你的腰椎，对付腰酸背痛超有用的自救法。这个运动看起来不错。手呢可能往左，然后我脚就要往右踢脚。然后他又说什么？第3次之后我要大力一点，而且要听到咔嚓的一声。所以讲1、2、3、5，再来1、2、3。哎呦，可是哦，我在想，这样子做会不会伤到我的腰呢？我还是去问专家比较好。问专家，如果你非常的健壮，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肌肉非常的好，可能会有帮忙。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不小心，有时反而会造成问题。因为你这样做，你失控的话呢，太过大力的拐了一下呢，就很可能会造成椎间盘的问题。我们的脊椎其实是一个骨头垫一个骨头，然后这一边呢是我们的神经线，这个就是我们的纤维环。那么中间呢就有这个软软的液体。如果你弄受伤这个纤维环呢，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一个软软的液体呢，也叫做髓核，就会跑出来。这个跑出来了之后呢，就会压到我们的神经线，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叫做 slip disc。那么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腰痛，一般的腰痛是没有这个肩盘突出的。那么它的症状有什么不同呢？一般的腰痛呢，就是腰椎疼痛。那个痛跑下去我们的臀部，椎间盘突出来呢，反而不会有这样的症状。它的腰痛反而不是很厉害，主要呢是脚痛。它的这个脚就好像闪电性的痛，从我们的臀部一直跑到我们的脚底下去，英文就名称 sciatica， 就是这一个道理。对，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如果它神经线压得很厉害呢，因为你也不要忘记，这个神经线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电线，它控制我们的肌肉，控制我们的敏感度，控制我们的关节。有些人甚至不会走，就是肌肉完全没有力。还有甚至大小便失控，那就非常的糟糕，就要马上求医。所以其实预防胜于治疗了，有几样东西需要注意的。第一，不要太肥胖。第二，比如你拿重的东西，你就要小心，姿势要对，然后也不要拿太过重。有了年纪了之后，因为这一些呢都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突出。如果做一个锻炼或者做一个预防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椎间盘突出了，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去。腰椎周围有好多小关节，把它那个椎间盘矫正好的话，我们最好是在放松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治疗就必须让病人躺下来的。如果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重量是蛮大的。而且往往是一只脚站了的话，它全部的重量全压到那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矫正腰椎关节并不是很好的。那其实腰痛还有哪一些类型呢？那为什么它这些原因会引发腰痛呢？从中医角度分呢，它有寒湿型、湿热腰痛，还有这个淤血腰痛。那么寒湿腰痛和湿热腰痛都是往往感受
寒湿邪或者湿热之邪的话，它侵犯腰部的话，造成腰部的酸痛。那么最常见的，我们说就是淤血腰痛啊。淤血腰痛最常发生的就是椎间盘突出啊。这个就是说，由于你长期由于坐姿不好呀，或者是腰突然受力这些撞击啊，都会造成一些那个腰部的损伤。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我们中医把腰椎间盘突出叫做腰痹症，它往往是气血不通经络阻塞造成的。但我们要如何预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呢？一般的病都是3分治7分养，所以在预防呢或者是保养这方面，其实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你可以做一些运动啊，我最推荐的就是在床上做一些燕子飞的那个动作，腹部挨着床啊，四肢往起翘。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锻炼你的腰部的肌肉。另外一个往后这样请，那么请呢，有些时候你可以数1、2、3、4、5，然后放下来。你的目的不是去撑，是要锻炼它的腰肌。所以我们不要求硬撑上去，只要有这个动作就可以。那么有些人还做不了了怎么办？他有时候腰太硬做不了什么，我们可以一个腿往上提，然后交换另外一个腿往上提。再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坐姿，好多人在家里边那个坐姿好多坐姿都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做对腰椎不是很好的啊。腰椎我们说腹中最大的地方，它压力是最大的地方。这样弯曲的这个状态下，它其实对这个腰肌的一直在处于一种牵拉的状态啊。这个牵拉就容易造成了腰肌劳损。其实这种做法我们也是不提倡的啊。它把那个力量呢受到那个腰椎和腰底这个地方啊，当你盘着腿了以后，它的牵拉的作用把那力量拉得很大，所以这样的话也不是正确的姿势。这很像时下年轻人的坐姿啊。我们说脊椎它本身有一个生理弯曲度，所以这样呢往往对它这个生理弯曲度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它的腰椎、颈椎都会受影响。像这种的坐姿呢，它会比那个正常的坐姿那个腰部受压超过1倍，这样就超过1倍。对了，所以这个是最要不得的姿势。对，这个最不好。所以其实像他这种姿势呢，我们最好要纠正。怎么来纠正呢？就是说，你要坐起来，就是往后靠。所以这个腰椎呢，整个要靠住那个后背，这样的话后背有个支撑力，这样呢才会对它腰椎这个损伤最少。我们一般讲究坐的姿势呢，就是90度2个90度，后边如果还靠不住背的话，我们放个枕头比较好一点。虽然我们的筋骨功能会随着身体的老化不可避免的退化，但是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养成不伤筋骨的好习惯，并且确保有足够的肌肉量，这样子我们的颈、肩、背、腰、脚的酸痛呢就不会提早找上我们了。好了，祝君安康，我们再见。